第1117章长老席。叶仲与新兰脸庞上的狂喜与激动在持续了好一会后，方才逐渐平息。经历过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后，对于萧炎，叶家之内已经再没有一人敢对萧炎抱有丝毫的质疑。萧炎先生，其实要进入丹塔长老席也并不算特别的困难，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，至少以我如今的叶家是无法达到那种条件。叶仲搓了搓手，旋即叹息道：丹域内有5大家族，这5大家族是很久之前便是流传而下，当时创建这5大家族的族长皆是丹塔之内的核心成员，而按照条件，只要以后5大家族能够达到一些条件，那么皆是能够在丹塔的长老席中占据一席之位。5大家族在丹域皆是拥有着极强的势力，再加上靠着丹塔这庞然大物的名头，基本是足以在这丹域横着走，即便是冰河谷这等势力与之相见，也是得相当客气。当然，如今我叶家可是不算这般行列。说到此处，叶仲也是一脸的黯然。每隔一段时间，丹塔便是会对5大家族进行考核，唯有考核及格者，方才能够继续保持那一个在长老席的席位。怎么考核？萧炎眼眸微眯，轻声道：丹塔比较重视年轻一辈的培养，而考核自然的目标自然也是年轻一辈。叶仲目光看了一旁的新兰一眼，轻叹了一声，叶家的后代是一辈不如一辈，似乎那种炼丹天赋都是逐渐的被磨平了一般，甚至比起一些外面的炼药师都是要有所不如。这一届的年轻一辈中，新兰的天赋已经算是不错了，但也不过方才达到5品炼药师的层次。见到叶仲的目光，新兰俏脸上也满是惭愧之色。每一次的考核，5大家族都是必须派出一名年轻一辈接受丹塔的测试，若是测试通过，席位也将保留，但若是通不过，那么便是危险了。叶仲苦笑道：我叶家已经有2次没有通过，这一次若是再通不过的话，不仅会彻底丢失掉进入丹塔长老席的资格，而且还会被排挤出5大家族。5大家族是一个进入丹塔高层的捷径，所以有着无数道眼睛都是盯着这里。只要我叶家一被挤出，那些虎视眈眈的家伙也将会立刻冲上去。考核条件很苛刻？萧炎轻声问道。叶仲点了点头，叹息道：参加这种考核的最低资格便是需要炼药师至少达到6品，而若是想要通过的话，却是要达到7品炼药师的层次方才可能。闻言，萧炎微微点了点头，缓缓道：7品吗？不是很难，我这把老骨头修炼了这么多年也才这个等级。萧炎先生天赋异禀自然无碍，但我叶家年轻一辈，却是能有何人达到这种地步？叶仲苦笑了一声道：而且最糟糕的是，因为叶家前2次已经未曾通过，这次的考核则是必须在考核名额中进入前3方才能够算作合格。前3？萧炎一怔，其余的4大家族如今皆是越发的势大，族中的年轻一辈也是天才辈出。虽说这种考核他们或许不会派族中最精锐的年轻一辈出马，但想要取得前3，即便我叶家真有年轻的7品炼药师，怕也是很难达到啊。叶仲叹息道。闻言，萧炎也是忍不住为这叶家的没落而摇头。别人上还不需要派出族中最精锐的人才便是能够通过考核，而这叶家却是连那最基本的考核及格都是达不到，同为5大家族，这叶家也着实太凄惨了点吧。见到萧炎那副模样，叶仲似也是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一张老脸也是有些泛红。曾经显赫的家族，在他这一代中衰败成这般模样，他这张老脸也算是丢光了。这考核的事便交给我吧，不过这种考核难道还能请万人相助？瞧得叶仲那可怜巴巴的模样，萧炎也不想过多的打击他那颗脆弱的心，沉吟道：不能。叶仲摇了摇头，旋即连忙道：不过此事也有变通之法，不过若是需要委屈一些萧炎先生。萧炎愣了愣，皱眉道：什么意思？叶崇看了一旁的新兰一眼，略微迟疑道：在对丹塔举荐时，可能会将萧炎先生说成是我叶家的准女婿。闻言，萧炎脸色顿时微变，沉声道：你这主意也太馊了点吧。我一个大男人倒没什么，可你这样令女方日后如何见人？萧炎先生别急，这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称呼，不会让你因此而负半点的责任。叶仲叹了一口气道：叶家已经到了这种生死存亡的地步，
所有叶家族人都是在准备最后一搏，一些代价我们必须承受。萧炎眉头紧皱，片刻后方才道：这样便是能够让我顶替你叶家去参加那所谓的考核了。叶仲点了点头，沉声道：只要能够通过此次的考核，那叶家便是能够再度保留席位，如此一来方才能够具备足够的发展时间，而只要通过了考核，萧炎先生便与叶家没有了半点关系。望着叶仲那布满恳求的老脸，萧炎也是无奈地叹息了一声，这个老家伙看来还真的是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啊。若他现在转身离去的话，恐怕叶家也真的会彻底衰败，日后只能沦落为寻常家族，而且没有了丹塔的庇护，往日的一些对手也将会肆无忌惮，那时候叶家怕是方才真正是完蛋了。萧炎大哥，请您帮叶家一次，只要叶家无碍，新兰愿意给您做牛做马。在萧炎沉吟间，其身旁的新兰却是突然跪下，声音凄凉的道。被新兰这一跪，萧炎头立马就有些变大，袖袍一挥，一股柔力强行将新兰给抬了起来，但那倔强的丫头身体刚刚被推正，便又是要跪下去。一旁的小医仙见状，不由得无奈地摇了摇头，玉手伸出将其给定住。萧炎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答应了你的事，他自然不会撒手不管，你这样跪来跪去，反而惹得他不耐。见到新兰那通红的美眸，小医仙只得轻声道。萧炎叹了一口气，目光转向一脸恳求的叶仲，沉声道：算了，随你吧，不过事先得跟你说好，可千万不要想用什么女婿的手段将我留在你叶家，若是你给我耍小心机的话，那也别怪我不留情面。萧炎先生放心，叶仲可不是那般无耻之人。见到萧炎松口，叶仲顿时一脸狂喜，那种绝处逢生的模样令得他那颗老心脏砰砰地跳个不停。一旁的小医仙也是轻松了一口气，眼眸一转，却是突然见到新兰俏脸有些不太自然，当下一怔，道：他说的女婿，那女方不会是你吧？听得此话，萧炎身体也是一僵，旋即惊愕地转头望着俏脸涨红的新兰，有点尴尬，苦笑道：这老家伙不会这么可恶吧？新兰脸颊上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低声道：萧炎大哥不用担心，爷爷也说过，这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萧炎大哥以后定然会是斗气大陆上顶尖的人物。新兰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。话到最后，一旁的小医仙分明的见到这蓝衣女孩眼圈红了许多，当下不由得轻瞪了萧炎一眼，这家伙说的话也太伤人了点。萧炎也是有些尴尬，3000焰炎火的消息若不是新兰告诉他，恐怕现在他还在四处乱转悠，而且在他来到丹域后，别人也是一直鞍前马后的跟在身旁帮了不少忙，可没说过一句怨言，而他所做的这些也足以让的萧炎将他当作朋友对待，不然的话谁管他什么狗屁的叶家呢？哎，这事就随叶仲长老吧，我会尽力配合。萧炎苦笑了一声，转头狠狠地剐了叶仲一眼，道。叶仲干笑了一声，也不敢去触萧炎的火头，道：这次的考核会在2月后开始，所以我们2月后就得动身先前往圣丹城，这段时间萧炎先生若是需要什么药材的话，便请告诉老夫便可，一切的东西叶家都会为你准备。2月后？这么快？闻言，萧炎顿时一惊，这时间也太仓促了吧。叶仲苦笑着点了点头，若非时间这么紧，他也不至于这么低声下气的来求一个后辈啊。虽然这个后辈的炼丹术不比他弱，哎，2月就2月吧。见状，萧炎也只能点了点头。正好，对于那丹塔，他也是好奇的很，毕竟那里几乎是全大陆所有炼药师心中的圣地。见到萧炎没有异议，叶仲也是松了一口气，再度与萧炎交谈了一些有关丹会的事情后，便是拉着眼眸通红的新兰退出了院落。站在石亭外，萧炎望着叶仲远处的背影，漆黑眸中倒也是隐隐跳动着许些期盼。圣丹城，这个传说中的炼药师圣地，不知道会是何等的盛况。